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来到我们村这里的外面啊，我想在外面跟大家说说话。咱们今天呢说的是乌克兰战争。对比起来，我们这里可以说非常的祥和，岁月静好。所以呢，对比什么巴以战争啊、乌克兰战争，还有缅北战争，我觉得这一切真的是太美好了。所以呢，和平环境啊，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太重要了。没有一个和平的环境，咱们普通老百姓就不可能呢安居乐业，对吧？我们的生命都受到威胁，有什么安居乐业之说呢？对了，我刚才呢就在野外呢弄了两根这个草，这个草其实有点像蒲公英，一摇它就到处的发散，对吧？然后它的草下年就长起来了。其实我不应该这样的，这是人家的果园。我们今天说的话题啊，是关于乌克兰的，因为乌克兰这个司机总统啊，又想当国际乞丐了。据德国以及美国媒体报道，前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想通过视频在美国国会演讲。其实他演讲的目的是什么？是宣扬什么自由民主吗？当然不是。他的目的呢是搞钱呢，想问美国人又要钱，因为他的军队啊，乌克兰打那个俄罗斯啊是无底洞，西方已经援助了不少了吧？光是美国就援助了，据说600多亿美元了，德国也好几十亿美元了，还有其他的那些北约盟国。反正乌克兰我不知道他从西方得到了多少武器援助，反正乌克兰军队里面的人，还有一些掌握一些资源实权的人，可能他们从这次俄乌战争发了不少的国难财，比如说倒卖武器。大家注意啊，这次呢，北约这些所谓的盟国提供援助给乌克兰的武器，有一部分流到黑市上了，其中一部分呢，甚至到了巴勒斯坦哈马斯的手里，所以这次才把以色列打得可以说屁滚尿流啊！而且哈马斯采取的是地道战、游击战、灵活的战术，出其不意啊！所以现在以色列的军队招架不住。不过这是另外一个话题，咱们今天就讲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又要向美国人要钱。另外，美国有这样一个单位啊，叫白宫预算主任，他周一啊致信国会说，如果不批准新的援助乌克兰的款项，到年底援助乌克兰的预算就将彻底耗尽，也就是说，到时1分钱都没有了。这也是乌克兰特别害怕的。而且德国这边，德国的防长也说了，我们会尽力援助，尽最大努力。这个尽力啊，尽最大努力，那就是看个人怎么去解释了，对吧？也就是说，德国这边也不想再援助了，就是说，半推半就的援助吧，不可能再尽力了，对吧？因为过去这1年多，西方真的所谓的援助真的不少，但是呢，效果啊，怎么说呢？不好。比如说吧，今年春夏不是说要进行反击吗？然后当时泽连斯基放的话呀，吹的牛皮可大了，可是实际的效果呢，非常的有限，就是说没有推进，反而呢可能还丢失了。据说也是德国的媒体，目前俄罗斯还控制着乌克兰大概20%的土地，1/5的土地啊。而且目前看来，西方媒体已经直接和间接地承认了乌克兰会失掉这场战争，也就是说俄罗斯会取胜。目前看来确实是如此，因为这个哈马斯突然对以色列发起了攻击啊、袭击，这对西方来说是措手不及的，他们没有预料到，所以突然一夜之间，西方的重心转移到巴以那边去了。加上这1年多消耗战，差不多2年了，对吧？那西方的军火库也差不多空了，该提供的武器也提供了，
而西方没有产能。本来欧盟说能够提供100万发子弹给乌克兰，实际上呢，可能只提供了30万左右，也就是说70万无法提供。为什么？因为没有子弹啊。而要组织产能呢，据德国媒体报道，要6个月到1年左右。就是说，你看，连这子弹都不能够提供，更别说其他的武器了，对吧？坦克你想生产就能生产了吗？也有很长的周期啊，对吧？所以一个是突然这个以色列那边遇到困难之后，西方以美国为首的啊，要把重心移到以色列去，对吧？另外一个呢，西方自己也要防着啊，留着一手啊，不可能完全把所有的武器都提供给乌克兰。假如有一天真的俄罗斯打过来之后，你西方你北约国家都没有武器了，那你怎么去反击人家俄罗斯呢？对不对？另外一个产能要建立起来，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需要时间。所以目前看来，这个乌克兰突然相当于一个孩子一样失宠了，也没有钱了。本来乌克兰这个国家已经是国破，可以说是家亡了，整个国家完蛋了，属于失败国家。没有西方他们所谓那些盟国盟友的援助，这个国家根本就无法运转。所以目前看来啊，不仅乌克兰已经事实上失去了这场俄乌战争，另外乌克兰的未来也特别的堪忧。如果西方无法再提供有效的军事援助，那么很可能乌克兰的命运就是被俄罗斯接管吞并。这可能是原来西方根本就不愿意看到的，但是就是因为通过这消耗战，然后西方这个军事能力也被消耗掉了，所以西方可能也会出现泥菩萨过河啊，自身难保的现象。所以西方绝对要为自己，不得不为自己留一手。所以目前看来啊，乌克兰的命运很堪忧。还有呢，泽连斯基总统的命运更堪忧。也许他某一天被突然呢解决，也就突然消失，突然被自杀也不一定。而且西方现在好像从媒体来看渐渐松口了，就是可能会直接间接会提到所谓谈判了。目前是这样啊，德国媒体是宣传俄罗斯那边不同意，特别是普京呢不同意谈判。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完全相反，俄罗斯本来是希望谈判的，反而是乌克兰当时呢变卦了。为什么呢？因为听信了那个英国佬啊，那个 Johnson 约翰逊他的话，本来要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谈判的时候呢签字了，但是就是这个约翰逊跟乌克兰这个泽连斯基总统说了，然后呢又没有签，变卦了。这是匈牙利总统欧尔班透露出来的爆料，我相信呢这应该是事实。还有乌克兰内部也产生了矛盾，具体的说就是基辅市市长叫 Klitschko， 他是个前拳击世界冠军，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很强壮啊，他是拳击手。他当时去竞选基辅市市长的时候特别受欢迎，因为他特别强壮，然后呢乌克兰认为或者基辅市的市民认为他治理有方，然后就选他了。这个人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治理基辅好还是坏，我没法评判啊。我只是觉得从一个前拳击手、世界冠军变成了一个市长，而且是乌克兰最大一个市的市长，是首都的市长，他的治理会有多高，我还是有点持怀疑态度。而且据我所知啊，搞拳击的人因为经常被拳击啊，所以他得脑震荡的那个几率也更高，也就是长期以往可能他的智力呢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他治理一个地方，一个那么重要的一个城市，会不会治理好呢？我会打个问号。而最近基辅市市长 Klitschko 公开批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乌克兰总统正在为自己的错误决定付出代价，也就是说内杠了。不仅如此，乌克兰军队的最高指挥官扎卢日内不久前表示，目前战争陷入僵局，乌克兰走进了一条死胡同。那实际上，作为军事的最高指挥官，他已经说得非常直白了，
也就是说乌克兰已经输了。连军队指挥官都这么说，难道乌克兰总统他自己不知道吗？只不过现在是像一个死青蛙一样，要斗到底啊，没办法呀，相当于自己约了炮，哭着也要打完一样。这就是目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面临的困境。所以目前看来，乌克兰方面想得到西方更多的军事支持，估计难度比以前大得多了。也许在不久的将来，可能双方开始呢进行谈判，然后看看有什么样的结果。目前看来西方应该再也不愿意更多的支援乌克兰了，因为真的乌克兰像一个无底洞一样，填不满，像个黑洞，什么都吸进去。所以西方目前已经好像厌倦了乌克兰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了。因为从目前德国媒体报道乌克兰战争的那些语气来看，应该是希望乌克兰总统可能要跟俄罗斯进行谈判，然后看看怎么得到一个解决方案。如果不谈判，前面提到了乌克兰很可能被俄罗斯吞并，然后乌克兰这个国家就彻底消失了。另外，即使你泽连斯基总统想继续打下去，继续呢进行这种消耗战，乌克兰也不可能。为什么呢？虽然乌克兰表面上大概有4000万人左右，可是通过俄乌战争这一两年以来，乌克兰损失的人口有多大，让人触目惊心啊！目前其实基辅政府能够控制的区域，他们的人口呢只有2800万左右，几百万人都逃走了。另外呢，年轻人本来这些年就比较少，现在在乌克兰战场上，大家知道吗？他们平均年龄是30到40岁，他们的兵役年龄已经拓宽到60岁了。而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他们军队的平均年龄是18到24岁，乌克兰是30到40岁。然后在前几期节目有一期当中，我们提到过，有一个乌克兰女的，她在一家当地的咖啡馆喝咖啡，接受采访。她说，她的丈夫大概40多岁，然后呢，一年只放少数几天假，能跟她的家里团聚。所以她的性格也变了，她丈夫的性格也变了，他们之间的婚姻关系呢也变了。像这样绝对不是个例。所以乌克兰军队得不到休养生息它的战斗力肯定非常的堪忧。另外，武器被倒卖，哈马斯拿来针对以色列，这也比较讽刺，对不对？还有乌克兰的兵源也成问题本来乌克兰原来就是男少女多，现在有很多已经逃到国外去了，他们逃避兵役，他们不想上战场。还有一些呢，可以花钱买，比如说做一些证书，让他们免除兵役。前段时间在网上有不少媒体爆料出来，乌克兰甚至呢，相当于抓壮丁一样，有点像国民党统治中国大陆时候抓壮丁的情况，都是到街上到人家居民区里面，把这些人从人家家里面拉出来，然后拉到军队去服役。你说这样的被抓壮丁的人，他们的战斗力如何呢？一个是他们没有什么训练，另外一个他们可能根本就不想战斗，另外一个他们也没有这个本领，对吧？因为没有经过训练，加上乌克兰他们的装备可能是万国装备因为是各个国家他们西方的盟友所谓提供的，对吧？那他打仗的效率可能会大打折扣了人口大量减少，特别是适合于兵役的人口大量减少，那你乌克兰怎么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动员更多的人去当兵呢？本来这1年多的消耗战，乌克兰就死了不少人，没有具体的数字，可能会兑现原来某些人呢预测的可能乌克兰会战斗到最后一个男人，有这样的可能。假如泽连斯基让他的国家继续打下去的话，反正征兵在乌克兰绝对是一个大的难题了。抓壮丁都出现了，甚至呢，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不知道是中文媒体还是德国媒体，有个孕妇被炸死了，她是从一个坦克还是什么
露出来，然后呢又进去，进去之后马上呢就被俄罗斯第4角的那个无人机放1颗炮弹，然后直接打到那个炮口那个地方去，那个孕妇肯定死了。哎，说来说去啊，战争都是老百姓倒霉啊！我真的不希望有任何的战争，不希望乌克兰有什么战争，也不希望在加沙有什么战争，真的，因为最后死的、受伤的还是普通老百姓，这些老百姓是无辜的。另外一点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德语媒体啊，网上关于乌克兰的报道啊，越来越多德国人呼吁乌克兰呀，泽连斯基啊，你快投降吧！他们甚至用投降那个词了，尽快与俄罗斯谈判吧。德国读者认为啊，投降要比去死更好，所以呢，越来越多的德国人呼吁啊，乌克兰赶快去跟俄罗斯谈判了，投降了。这个民意的反转，在以前在德国媒体当中真的不可想象。我记得当时啊，刚刚俄乌这个冲突开始的时候，德国不管是媒体啊，还是网友，还是政客，都是一边倒的支持乌克兰，甚至德国绿党说，我们支援乌克兰没有上限，就是说你乌克兰要多少帮助，我们德国都可以提供。虽然前段时间绿党还这么说，但是现在德国其他的政党不敢说这样的话了，因为德国本国的阻力现在越来越大，就是很多德国人真的是厌恶乌克兰了。现在为什么？因为要自己掏腰包的时候了呗，又要到德国这个国会批准这个财政的时候了。而目前德国政府又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那就是600亿欧元的财政预算，就是挪用这600亿欧元，被德国最高法院裁定为非法。所以呢，这600亿欧元就没有了，也就是说，支援乌克兰的资金也归零了。你看，美国也没有资金了，德国是第2大金主，也没有资金了，然后其他那些国家也一样。所以呢，乌克兰现在看来是妥妥的，它的未来堪忧。最后我大胆的说吧，如果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不同意与俄罗斯谈判，那乌克兰的命运真的灭国，乌克兰这个国家都没有了，就变成俄罗斯的一部分了。我相信呢，这也不是当初的，比如说美国还有北约那些国家愿意看到的。但是呢，形势比人强呢，你西方国家帮了那么多，一个炮都不起来，对吧？所以现在西方他们想要再支援乌克兰，它的阻力呢真的是太大了。西方自己都没钱了，也就是地主家都没粮了，你还想让其他人还有汤喝吗？对吧？所以说呀，识时势为俊杰啊，看看乌克兰总统还有乌克兰人接下来怎么办吧。反正我作为吃瓜群众，乌克兰的命运与我无关。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看，你们觉得乌克兰会输吗？或者乌克兰会变成俄罗斯一部分吗？也就是说，乌克兰这个国家可能很快就从这地图的版图上会消失，你们觉得呢？希望各位踊跃留言，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见。